东西齐了，来，你点点啊。啊，谢谢东哥。哎，来。东哥。哦，芬姐，我自己点行了，你做生意，待会儿跟你结账啊。哇，这阵子生意很好，又来光顾了。托福了，这2个月好日子多，多人结婚，所以忙个不停喽。哇，那要收徒弟了。收徒弟呀？哇，要是像田姐那样拿块石头砸自个儿的脚啊，不必了。你说什么啊？田姐呀，被逼着要跟阿豪一起办相嫁的婚礼，人人都知道的啦。阿豪呢，要田姐做他的助手还不够啊，还经常人前人后的大声骂田姐。你说了，是不是教会了徒弟没师傅？你叫我收徒弟，收得像阿豪那个样子，那我不吐血吐得满地都是。芬姐，哎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嘛。说到阿豪啊，人人都替田姐不值啊。田姐对他多好啊，他反过来恩将仇报啊，抢了人家好姻缘的招牌呀。他小心将来有报应哦。哎，会不会大家有什么误会啊？阿好说好姻缘的招牌是田姐让给他的。他说的话你都相信啊？他这个人呢，最会的就是把话反过来说。你相信我了？好姻缘是他硬抢过来的。田姐对阿好那么好，阿好不会不感恩这么对田姐的。你呀，真是认识他日子短了。你用脑子想一想嘛，田姐把好姻缘经营得这么好，她又没病又没痛的，又不是要退休，怎么可能连1毛钱都没拿就把招牌让给人家呢？芬姐，你是不是赶着走啊？你把单子给我，我帮你拿货啊。哎，东哥，你有沙子入你眼，你干嘛一直眨眼睛？哦，没有。哎呀，华哥，你老婆阿好的东西我全都拿齐了，是不是啊？谢谢你，东哥，齐了。原来你就是阿好的老公啊。不好意思哦。你也是无心的。总之，你当我有心也好，无心也好啊，他那些事啊，全行都知道，只有你一个不知道啊。哎呀，芬姐，那是事实嘛。而且这个家，待会儿上不了台面，只会给我丢脸。那我真是孤陋寡闻了。抱申赤赌也会不合时宜吗？那难道摩登的人拿水果拿蛋糕去？鱼翅是钩翅，鲍鱼是4头鲍，都是1级货，怎么上不了台面？怎么让你失礼呀？哼，我现在在说货吗？我现在说的是包装。不行，我也要检查清楚。那你慢慢查吧，如果不满意，重新包装还来得及。田姐点好了没有？要不要帮忙？点好了，不过阿好说他要查一下，让他查吧。哎，不是很完美，不过也算了。那一会儿下午3点要过大礼，千万别误了吉时啊！我走了。哎，这盒鲍鱼很漂亮啊，是贵价货啊。关你什么事？你说今天帮乡家过大礼的，怎么有空回来啊？过大礼那些事哪用我做，叫阿天去做就行了。等一下，这盒鲍鱼有个喜字，你不是拿了人家过大礼的鲍鱼回来吧？是又怎么样？你们一起合作的，被人发现少了一样东西，你也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全部点好才走的。过大礼的事啊，都是阿田去做，有问题的是他，有货他扛。这么说，是你故意陷害他，你这样会害死他的，别人一定会以为是田姐偷的。他的名字叫阿田，长得又甜又讨人喜欢，犯一点小错，人家不会怪他，你少替他担心吧。你怎么这么黑心呢？他跟你又没有深仇大恨，你这么做是故意挖个陷阱害他掉下去呀。他不仁，我不义，这笔生意本来是我一个人做的，他非要插一脚，就让他去死了。还有啊，大老婆不愿意小老婆出风头，他就要帮他，就让他们2个当众出洋相吧。总之，你别管这么多。你，拜托你啊，闭上嘴别说话，省口气暖暖胃。我有事做要出去了，晚上不回来吃饭。只好坦白跟人家说清楚，我们的鲍鱼不见了。真的要说？田姐，田姐，啊，这盒鲍鱼还给你。怎么会这样？总之对不起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先上车，回来再说。我觉得他不是想偏了，他是存心陷害，摆明了想害大姐背这个黑锅，然后自己做一姐。
同行如敌国，我能理解，但是这次用这种阴招，的确是太过分了。那盒鲍鱼呢，不知道是不是大太太叫他拿出来。其实这样也不对，我已经骂过他了，他也知道错了，马上就拿出来。其实他不是那么坏的。哇，你不用帮他说好话了，人人都知道，如果没有那盒鲍鱼，香家会很没面子。大太太怎么会做这种事让自己难堪呢？算了算了，现在已经没事了，这件事不要再提了。是啊，田姐，我再次代安好向你说声对不起，希望你别怪他。知道。有人说看见大静上了2楼，应该进了这个姐妹房。就是那杯茶。嘘。谁啊？谁？哇，你看新娘很上镜啊，漂亮，漂亮。你们两个上来干什么？楼下很多事要做。我就是上来拿名片，才可以打电话到酒店去提早拿场地嘛。我要换电池啊。对了，豪姐，那你上来干什么？楼下也很忙。哦，我看晚宴还早着呢，二太太眼都睁不开了，就泡杯提神茶给她喝。那你们两个搞定就下去吧。啊，豪姐，你的衣服怎么了？这么脏，后面有一大块儿，你没看见吗？你看在哪里啊？是啊，在你屁股正中间有块白色的，很难看呢。是啊，很难看。我陪你去厕所把它弄干净。不会吧？刚才都没有。现在有吗？哎，这么不小心。倒在哪里好呢？希望你在主持晚宴的大局哦，没问题。那豪姐知不知道？豪姐拉得头晕呢，我不想惊动大家，所以叫司机送她去医院了。哎呀，这么严重啊！是啊，司机说已经到了急症室，医生正在检查，不过我不知道有多严重。谢谢你啊。糟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他突然肚子痛，还进了医院呢。啊，他会不会喝了自己那杯啊？刚才我找不到地方把茶倒掉，我看见有个包，里面有个保温瓶，就倒下去了。也许是他自己喝了。糟了糟了，他肠胃很差的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事啊？用不着担心，大不了是泻药，何况也是他害人终害己，自作自受。我过来看看阿好，还有向他汇报一下婚礼的事情。哦，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死不了。他好多了，医生叫他留院观察1晚。婚礼的事全都很顺利，二太太很开心，她终于可以喝到儿媳妇茶了。那很好，多亏你嘛。香先生跟一对新人对婚礼都很满意，婚礼的事你不用担心。早点休息。我就在休息，你不来，我都睡着了。啊，那不耽误你了。耀华，我走了。我送你。啊，你陪陪老婆吧，拜拜。拜拜。哼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幸好没大碍，不过要留院观察1晚。我看那个阿好啊，心里肯定很不舒服。唉，这也难怪，不能阻止二奶喝茶，还弄得自己进了医院。我真不知道阿好收了大老婆多少钱，那种害人的事他都敢做。他做的坏事啊还少啊。爸，你拿行李要去哪儿啊？你拿行李去哪里啊？尼尔贝啊，我在问你呀。是啊，爸，你怎么了？你出院没事了，我可以走了。我要跟你妈离婚。神经病！你竟然在女儿面前说这种话，一把年纪的人什么离婚呢？我没神经病，我是鬼遮眼那么多年。
不动就拿我跟这家来做借口啊！我以前再坏，也没你这么坏啊！偷鲍鱼、下泻药、忘恩负义，你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呀？像你这种人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艳华，你别走，我不会跟你离婚的。由不得你不肯，松手，松手啊！艳华。我听说啊，耀华搬出去住，还说要跟他离婚呢。真的吗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具体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听姐妹说啊，他们说有一天呢，在喜龙凤遇到阿好，他拉着女儿啊，一直大吵大闹，说女儿啊帮着他爸爸，而且还搬出去住，跟他爸爸住，不理他。后来女儿也不理他，就自己走了。阿好在喜龙凤啊哭了好久啊。他们还说啊，阿好现在变得很憔悴啊，不要说做生意啊，连他最喜欢打的麻将现在也不打了，每天待在家里啊不见人。姐妹都说啊，这是他的报应啊，他干的坏事太多了，弄得现在一把年纪，老公才跟他离婚，而且女儿也不帮他，可怜啊！难道真的老了才孤苦伶仃？